我几乎每天都点，选购下单之后，我最期待的就是你好，你的外卖到了。但是有一天，我期待的这个电话没有来，反而是收到了这么一条特别的短信。在平时点外卖的过程里面，告知货物抵达，或者是比如说找不到路啦，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啦，其实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很好奇这些听障的外卖小哥到底又是怎么解决的，于是我今天我跟那个听障小哥呢就约了要见面，他说他今天穿了一件豹纹色的衣服，我可能等一下要去找一下他，看看他在哪里。好像是这个，龙哥，龙哥。我的名字是苏龙，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发烧产生的听障。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外卖骑手，目前上海大概有200多个听障外卖员。今天谢谢你。在说明了来意，并且获得了龙哥的允许之后，我给他佩戴了相机，这样可以更好的捕捉和了解他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就我觉得一些简单的沟通都还是需要再跳一步。刚才就有一辆很大的车过来，从后面，他就可能会离得很近，然后人家摁喇叭，其实他完全听不到，其实还蛮危险的。我现在打算就是跟着小哥一起去跑个单，然后看一看说他是怎么样子的。现在龙哥应该是到了他的第一个单的地方，他正在取单。龙哥的第一单非常顺利，看得出来有的商家就是非常习惯这种没有交流的自助模式。你会发现说龙哥他会边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会在那边好像是在做一些抢单的工作，然后同时在安排说他下个单要接什么。我听不见派单的提示音，所以要不停刷新抢单页面。可以看到龙哥他现在已经送到他的第一单了，然后不知道说他现在交流是不是顺畅。哎，有人在拍你啊！你犯什么事了？是这里。我们在拍纪录片。我们碰到过3个。这里龙哥碰到的一个常见困难是送餐之后需要和保安确认到底哪里可以放置外卖。OK 了吗？哎呀，他怎么转过去了？哇！我们刚刚就一个转弯就跟丢了。哎呀，就是专业的真的是不一样，你稍稍跟的不紧点就很容易跟丢。我那天就是担心你们追不上，所以只同时送2单，没想到你们还是追不上。平时同时接6单。然后我刚刚给龙哥发了消息，就我们约了2天之后在办公室再见面，他会把我们的那个 GoPro 送回来。我现在拿到了龙哥给我们送回来的 GoPro， 然后我接下去就会把这里面的素材导进电脑里面看一看他日常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什么单？然后他现在到了一家店里面，哦，他要买宣纸，应该是代买。哎，有一个电话进来了，哦，电话进来他就直接挂掉了。有些顾客没看到短信会打电话过来，我接不了，就没有办法沟通，最后被投诉就只能扣钱，很麻烦。又需要跟商家确认，然后一边又要跟对方解释，要做的事情蛮多的。哦，他现在是要去店里面取货，就商家就直接说了一句自己去拿，然后商家又戴着口罩嘛，根本看不到口型的。你打电话给他。然后店家很不耐烦，他真的是一边开车一边在操作，就是那个操作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就短短刚才的这10秒钟当中已经切了4瓶了，而且这一天又是雨天，路上很滑。我们工作要用手机做4件事，第一个是抢单，第2个是发短信，第3是导航，第4是继续抢单，
然后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下哦，它差不多1个半小时的素材里面，我能数到的切屏次数就大概有191条这么多，所以还是蛮惊人的。如果我们要把龙哥这2天遇到的困难总结下来的话，我觉得主要是2大方面的挑战。第一个部分呢是沟通是不是可以变得更顺畅，不论是当面的也好，接电话的也好。第二个呢是如何去保证它在多线程工作下的一个安全性。希望听障者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看着语音字幕，我也可以通过文字转换成语音去回复客户，让对方听见，这样就很方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个同是听障者的工程师的电话，想要看看从他的视角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被使用。Hello， 我叫石成川，然后呢，我在11岁的时候突然发高烧，然后呢就导致两个耳朵都完全失去了听力。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了应用数学，大学毕业工作了1年之后，我就跟2个小伙伴一起创办了音书科技，帮助听障人士与外界更好的沟通交流。这种先打电话的这种场景，像我们音书这个 APP 其实已经就是有了相应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有一个功能叫做悬浮翻译，它会有一个悬浮框，然后来翻译别人说的这个话。通过和工程师的沟通，我们找到了一个现在在手机上就可以接听电话，然后实时转换成字幕的软件。同时，工程师提到 OPPO 有一款智能眼镜，这样就可以让听障小哥在不需要低头的情况下，通过字幕看见声音。我们这边是有可能独立的去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功能，就是悬浮翻译，很好的适配到眼镜上面吗？只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权限，基本是没问题的。OK。好了，我们现在解决了软件的问题，接下去就要搞定这台眼镜了。比较巧的是 ，OPPO 是我们合作了很久的伙伴，所以呢，我就通过他们 PR 组的同事联系到了眼镜组，然后我们想要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帮助。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我们想要把 OPPO Air Glass 然后接入一些就是这种无障碍的功能嘛，但是如果要把它接进去，我们就需要你们这边帮忙开一下权限。所以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你们把那个 APK 的包可以给我们一下？对，其实我们也很感兴趣，无障碍我们很早就开始做了。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手机和智能眼镜，然后去做后台的测试。好，谢谢。希望语音通过电话的形式。语音转文字的部分还有一个电话，对不对？好，那这样，谢谢，辛苦大家。没事。龙哥，你看一下，你看得见里面那个字吗？我们还要让他们改进一下。你刚才说的办法是可以直接做的吗？沈川，你们这边听到来有什么问题吗？什么需要补充？好，拜拜。深圳来的吗？好，谢谢。我现在已经收到了音书工程师那边帮我们专门开发的智能眼镜，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智能眼镜长什么样子。它有2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机器，它其实是一个带有棱镜折射功能的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微型投影仪。第2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眼镜支架，就跟普通的眼镜一样。然后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磁吸的连接处，把它带上去，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直接把画面就直接投射在你的眼睛前面。然后我现在就要进去打开，它现在这个悬浮的框就已经打开了，可以看到我实时在说的部分，手机上就已经有一个悬浮的框在帮我翻译成字幕。同时，你在这里看到的内容呢，我在眼镜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来打一下10086，测试一下通话的实时翻译功能。它现在在显示我在拨打10086。向按连接，欢迎致电中国移动。有了，完全可以看到普通话服务请按1，请按1 For English Service Press 2。咨询其他几乎是实时的。直接说业务名称。OK， 接下去我们要试验一下第2个功能，直接可以在眼镜上面就看到这个导航。输入一个路线，夜晚出行，请注意安全。然后这边就会直接显示出来，我需要现在沿着淮安路向西出发。然后它可以实时，甚至可以看到我的走向。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减少那个线路切换的动作。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会通过 OPPO 原生的快捷输入这样子的方式，去预设好很多他们常用的句子，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一键复制，也不会受到任何字数的限制。然后今天晚上龙哥也会过来，一个是我们需要把这台眼镜给到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采访的过程，想看看说他能不能实时的就直接看到我们的提问问题，然后跟我们做一个采访跟问答。龙哥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那我们开始了。我遇到最难的沟通，就是接了一个帮买帮送，发短信给他一直没回，沟通不了，最后我就直接去他家敲门了。开门发现是个老人，是他小孩下得单，老人也不会用手机，很难沟通，耗了40分钟，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去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帮忙打电话才解决。接下去我们准备让龙哥测试用这组设备来送外卖，看看情况会不会有改变。我刚刚看完了龙哥用眼镜加手机这个无障碍系统去重新送餐的素材，然后算下来会发现他切换屏幕的次数呢减少了30%左右。然后当时他还碰到了有一个取餐柜找不到的情况，他就用了眼镜里面内置的那个语音翻译的功能呢，就精准的理解了对方保安给到的一个位置信息。在北海路。当然，这次的开发也因为时间的限制，并不算很完美。比如在白天室外的强光里，要看清眼镜上面的字还是有些费劲的，以及智能眼镜的磁吸接口可能会因为路上的颠簸而脱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此做出努力，希望这是今后在无障碍的开发过程当中可以考虑进去的部分。目前全世界正有15亿人在遭受听力障碍的困扰，这差不多就是20%的人口。也就是说，交流这件看似非常平常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讲说是一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克服的障碍。我们常常会觉得科技的发展是为了应对未来的需求，但其实它们完全可以被用来去解决最当下，然后你可能一不留神就会忽略掉的需求。比如说，还原一次人与人之间本该通畅的交流。在今年5月的世界微笑日，OPPO 便向全球的科技创新者们发起了微笑提案的活动。微笑提案设置了科技无障碍和健康数字化2个大的议题。比如我们这次尝试用 OPPO 的智能眼镜去解决听障小哥的沟通上面的不方便，就属于科技无障碍。除此以外， OPPO 还用色彩视觉增强技术，为色盲和色弱者们去定制化的展现屏幕的色彩，为老年群体简化手机操作步骤和界面的设计，减少他们的数字鸿沟。同时 OPPO 还关注心血管健康监测，并希望通过科技来帮助睡眠酣症监测，这些都是健康数字化方面的一些成果。微笑提案就是携手更多人的力量，来推动科技在健康、适老和包容性设计上再往前走一步的新的动作。2个月来 ，OPPO 共收到全球几百份提案，并最终在里面评选出10个优胜提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支片子呢，去鼓励大家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你可能错过的来自身边人的需求，就像帮助龙哥优化他的工作流程一样。其实很多的解决方案就在我们身边，它都是一些现成的工具和模块。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其实离我们都不算太远，只需要多走一步，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可以让他们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少一些阻碍。说不定我们最终就可以用科技一步一步的走到一个完全无障碍的世界。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以及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期再见。